现在呢 ，CD 厂又添一员猛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次范模的加菲蜘蛛侠呢，还额外附带了一个弯带都没有配备的真人头雕。嗨，帅哥，给个3连呗！哎，星期三的时候 ，CD 厂的第一批这一个加菲的蜘蛛侠开始陆陆续续的到货了嘛。而昨天到货的时候呢，我还在上海魂商店里面薅货呢。所以说为了给你们测这玩意儿吧，我就连夜赶了800多公里回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到底怎么样，你们就给个赞好吧。看一下这一个所谓阿卡姆厂，当然这个并不是阿卡姆厂，对吧？可以看到呢，就是正面是不一样的，其他地方呢都是一样的了，只不过是阿卡姆厂的是这一个抹得更干净一些。之前这一个我们测过了，这玩意儿很尴尬的，就是说它呢，既不是阿卡姆厂，也不是加菲蜘蛛侠。虽然说它确实给了你一个加菲头，但是这个主体呢却是托比。所以呢，一个所谓阿卡姆厂就是同模换色嘛。这一个呢是 CT 的，这一次确实是老老实实的翻模的弯带的。然后在弯带原有的基础上呢，又加了一个真人头。这个真人头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做的怎么样吧。虽然说长得不像吧，但是在 Q 里面算是很好的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拿出主体来看一下，这两个厂的确实是不用进行任何的对比，对吧？毕竟这一个呢，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加菲配色的托比，对吧 ？CD 厂毕竟是出了名的缩模严重嘛，但是这次呢缩模却影响到了身材。我们可以看到这只腿呢，肉眼可见的螺旋腿特别难受。不过还好上半身呢是没什么问题的，可以看到是岩石和缝基本上都是关节怼到位了。只不过脖子长头小，这个就是 SF 蜘蛛侠一贯的问题。而这次涂装的质感呢表现也是不错的。重量方面呢是36克。我们在之前已经惊叹过 CD 厂的2099开模是很好了吧？这次可以看到也是非常不错的。然后注意一下腿部这里呢并不是核膜线，这里呢就是纹路嘛，它的核膜线是开在侧面的。而涂装方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发色质感呢是很漂亮的，只不过不能离近的看。如果你离近的看，就是胸部和头部是有极个别的线条是涂歪了。胳膊上甚至有几条线条是漏涂的，然后就是身体各处的这一个线条呢涂的是粗细不一样，脚部也是一样的情况，只不过我这个很明显就是中鸟了嘛。左腿可以看到左脚这里呢是没有涂上的，给我漏涂了。然后在这个膝盖这里呢可以看到有一个银色的起点子建上去的，不过整体的话看不出来，对吧？因为注意力全都放在这一个该死的螺旋腿上面了。然后就是它这一个红色之所以发色这么漂亮呢，就是因为它是用银色打底色了，所以说呢它这个红色如果说没有涂够的话，就会导致底下的银色露出来，就会难看。关节对外形的影响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也就是这一个螺旋腿呢是比较明显一些，其他地方呢倒是基本上没什么问题。这一个胯部也是，就是这个屁脸呢它自己会松动，所以说呢要自己调整到两边对称。然后这一个胳膊轴的缝隙呢，也可以看到做的也算是勉强可以吧，只不过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。可以看到这一个右胳膊是明显比左胳膊的缝隙要小，手腕也是，你看这一个多突出了。到肩膀这里你会发现，它这个肩膀竟然是做的这么的服帖，这样服帖的蝴蝶肩膀关节呢，在 Q 里面可以说是很难见到了。可动方面的话，低头幅度比较一般，抬头不错，转动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胳膊的平台呢能够达到90度，大风车没问题。这一个蝴蝶肩膀的转动幅度还是很大的。然后就是大臂这里面呢没有限位，所以说呢它是可以自己转动的，不会联动到胳膊轴还有肩膀进行转动。所以这胳膊的分件可以说是各动各的，这里能转，这里能转，只不过不会带着其他零件一起转。然后这一个曲轴呢是能够达到接近180度，手腕可动也是非常好的。胸腰前倾幅度非常大，可以看到防穿帮都盖不住底下的大缝，然后后仰幅度就比较一般了。胸腹的转动也没问题，然后这些胯部呢侧踢是能够达到1字马的，然后前踢是能够达到90度，后踢也是90度，大腿根的平转也是没问题。然后屈膝的话幅度能够达到180度，脚腕向内幅度非常大，向外也更大，脚尖的可动没问题。这样一圈把玩下来之后呢，我的感受就是这一个右胯侧踢比较松，或者说是毫无阻尼感，其他地方的关节阻尼感呢都是十分舒服的。然后就是它所有的水口呢都是有残留出来一个尖尖，会扎到手，所以说需要切一下。配件方面，它的头雕呢可以看到，虽然说猛一看是个人，但是就是不还原，对吧？然后就是很脏，可以看到它这个耳朵下面这一个应该是水口，底下的这个水口发黑，然后这里也是头发耳朵后面没有涂到。最逆天的就是这两个耳朵里面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脏，总不能是因为外国人他耳垢吧？你这不涉及到刻板印象了吗？好，夹带私货是吧？行，我很满意。然后这头发呢纹路也是做的可以的，是吧？替换的话就是直接拔下来就行，还是非常轻松的。这个呢在面罩形态也是没有给你替换眼的，它其他的配件就只剩蛛丝还有手型了。蛛丝依旧是传统的老三样，只不过这当的是只有1条，而这两种发射出去的是每一个长度的都给了你2条。这个透明件的精细程度以及质感做的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。手型呢足足给了你5对，首先就是3重的这个指人手嘛，然后就是这一个发射蛛丝的手型，最后3对呢就是不同程度的5指张开手。CT 的替换手型呢也是十分丝滑的。
好的，以上就是这一个 CD 厂加费的情况了。可能有的人就问了，他给了你甩出去的自如丝，但是却没有给你武器握持手，那怎么用呢？其实一开始装的就是武器握持手，所以说它是没有给你握拳手。当然你这也不能怪 CD 厂，因为万代原版就是这样的。你要说 CD 不懂得变通吧，它还给了你一个万代都没有的真人头呢。本来万代 C 案里面是有替换头的，只不过后来没有给，同时阉割掉的还有这么一个面罩，还有相对应的手型。不过 CD 厂呢只是把这一个头给做出来了。所以这个假阿卡姆这么大的毛病我都能留下来，这一个 CT 毛病更少一些，算得了什么呢？对吧？毕竟金属红色更好看嘛，那就直接用它来平替 CT 的那一个托比吧。这样的话，咱的 CT 全家福就齐了，十分的完美。